你不会拿的是幸福的9号吧？正是。你拿它干什么？不是我拿它，是我们集团拿的，我回来负责执行。你是没事干的，你来干这事儿，我认为很有意义。有什么意义啊？啊，你衣锦还乡了，看着我们被拆走啊！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啊 ，sorry。我让你学英文，你学了？这句英文不用学。子文，你不该来做这个项目。你不是全世界各地你都可以做项目吗？你干嘛回北京做啊？你回北京就回北京，你干嘛做幸福的9号呢？啊？你知不知道你这叫做什么吗？这叫手指头卷大饼，你在自己吃自己。不对，这已经不是你的指头了。下午茶双人套餐，这儿的经典。喝茶喝茶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哦，对了，小白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纯金的，留个纪念，以后有事儿没事儿常联系。这刘总，我小白白云瑞何德何能接受您这样一张高贵的名片？这是我这样普通的人能接受的吗？别见外，坐下，收起来吧。来，慢慢吃，慢慢聊。来，哟，谢谢刘总。推荐一道菜。哎，刘总，您吃您吃。哎，尚全，我想家了。不是你父母不是都跟你在美国吗？在北京没你什么人啊？我以前以为家是家人，后来我发现不尽然。家除了家人，还可以是一座城，一条胡同，可以是一道菜，甚至是一种熟悉的味道。45岁以前，我没梦见过北京。45岁以后，我经常梦见住的那条街道，我逛过的街，我喝过的豆汁儿，吃过的焦圈儿，门钉肉饼，爆肚风。当然，也梦见过人，梦见理财小时候跟我一起坐地铁、逛公园儿。我只要是一梦见他，就是他3、4岁的样子。我每天都在网上看他的新闻和照片，但只要是在梦里出现，他就是小时候的样子。向全，我想我是老了。两回事儿，这两回事儿啊。人这一辈子最重要啊，是财务自由。财务自由之后，人才能真正去实现梦想。但是大部分人为什么都实现不了财务自由呢？是因为大部分人他都是人生钱，
杰出之人的财务模型都是钱生钱。刘总，精辟！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听到您这么高明的见解。唉，一点心得体会。哦，我先去下盥洗室。您去，多吃点。哎。那块地以后要建什么啊？青年创业办公社区，我们集团还要求保密，还不到公布的时候。哦，那以后需要保密的什么事儿，那你都别说啊，我怕泄密。你一向守口如瓶的。什么时候启动啊？最近就要启动。这块地儿说拆了好多次，都没拆动，你们有把握吗？没有，我们就不会接手了。嗯。好了，我的任务完成，钥匙还给你。我有那儿的钥匙，而且我也不住那儿，住酒店，办公方便。这把钥匙还得搁你那。那你回来了，那我就不去了。那不行，你答应帮我看管的。你已经回来了。我只是常住一段时间，项目完成我还得回美国。再说我也没有时间照看那房子。徐女士可以用餐了。吃饭。刘总，您坐。当自己家。哎，还可口吧？哎，好吃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啊。哎，您接。喂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这个基金是私募，它一定要严格控制范围，绝对不能分包出去，要在小范围内完成。年化收益12%已经够高的了，不要再扩大宣传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多少人找我，我都没接这话茬。啊，行。哦，对了，你给那孙胖子把他这3个月的60万收益打过去啊！60万。小白怎么样？下午茶还习惯吗？哎，习惯，真不错。习惯就常来。一会儿呢，我还有个会，要不咱们今天就先这样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尽管跟我说。我在餐饮界、钢筋界、金融界，包括文化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，都还有些朋友。万分荣幸，来日方长。哎。毛毛和马德禄的红包可比咱们多。多就对了，毛毛和马德禄是2家人。要是把我爸我妈在青岛的那人脉全都拉过来，咱们得多20多。
是吧，妈？那是当然。这个并不难计算啊，1桌10人，20桌那就是200人。我跟你爸的人脉何止200人呢？这些年我们参加的婚礼那都不止这个数。哎呀，当然了，我并不主张这个婚礼要大操大办，但是这些年咱们随份子也随出去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想起来都令人心痛。哎，这什么买卖？这什么买卖？500。呵，这么厉害！1000。马德禄呢？送他爸回通州去了。小胡干嘛使的呀？他爸从不让小胡去，为什么呀？他爸说小胡是个坏人，会害人。小胡挺热情的呀，他还送我5斤大米呢。不过我后来一腰只有3斤8，顶多也是鸡贼，不算坏人吧？他爸说小胡的原型是只毒蝎子，他爸那个原型论不准。像我，竟然不是大型吉祥类动物，哪说理去呀？1000。讲究人儿。亲家啊，今天晚上我跟德志同志准备请咱们2家人共进晚餐。李掌柜还没回来，等李长回来了再定吧。回来了，爸。哎，回来啦！走。晚上给你们做一桌菜。耶，李掌柜最好了。妈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说。说。你发现没？马德禄今天状态不太对。哦，我一直关注万山红来着。马德禄怎么了？哦，他晕倒那事儿啊。重点不是晕倒，是他为什么晕倒？他是看到那12个在台上跳来跳去的女生以后，晕倒了。那不是理财的粉丝儿吗？不是，那是谁啊？他们是马德禄的前女友。消息可靠？可靠，我都看了他 QQ 聊天记录了。那这12个女的当中，有没有跟你好了以后在台上的？那都没有。你想怎么办？新婚当天他就给我来了这么当头一棒，心里乱成一团麻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带劲！你说这一个西红柿炒鸡子儿怎么这么好吃呢？啊，看来这个五味神呐还是在你们家了。回去以后啊，我们请了五味神了，这个菜的味儿还是不行，估计是没请到。啊，是我请的，不是老管请的。上掌门，李掌柜做菜不光是靠五味神，主要是靠挑。您就说这西红柿吧，李掌柜挑西红柿专挑母的。西红柿还分公母了？分啊，当然分了。哎呀，这个雌性的西红柿与雄性的西红柿的味道差大了。哦，怎么分啊？一时也说不清，雕虫小技，不足为外人道。吃吧。严格来说呀，这水果和蔬菜分公母的说法并不科学，只是流传于民间。现在科学还没证实水果和蔬菜分公母这件事儿。要我说啊，这是因为环境不同，所以造成了外观和口味上的差异。有道理。哎呀，双全同志，今天呢，你没在现场，你的心情，我跟德志同志还是能理解一二的。对。没在现场呢，也就没在现场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，能不能够对上进和礼貌二位说几句寄语？这日子不是说出来的，是过出来的。我一没提花的，也说不出什么。哎呀，
您就太客气了，太谦虚了。虽然你的主业是卖提花的，但是你懂得书法，懂得修身养性啊。最关键的是，你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，要活到120岁到150岁之间呢。我就不想活那么长。你说你活那么长，到时候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，有意思吗？这是我一个个人的隐私啊，请各位不要再讨论跟传播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要尊重李掌柜的个人隐私嘛。哎，说话没大没小的，你得叫爸。哎，别，叫爸他不习惯，我更不习惯，叫李掌柜就好了，双方舒坦嘛。哎，爸妈，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定了哪天走，我给你们订票。暂时先不走了，我们打算在北京常住。那您住哪儿啊？楼下，苏杰这个房子挺好啊，他一个人住也很浪费嘛。那是常有礼的房子呀。我们调查过了，确实是常有礼的不是常有利同志的房子啊。但不管是谁的房子，我们可以谈嘛。那行，我让毛毛跟他妈说一声。不用，2点之间，直线距离最短。我们呢不是来给你们添麻烦的，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个人找常有利同志谈就可以了。行，让您谈好了以后，我把整个房子再重新给您装一遍。不行，对，不行，我非常同意双全同志的意见啊，我们不能搞铺张浪费啊。即便是你不反对，我也会反对的。我刚才一再强调了，我们到北京来不是给你们大家添麻烦的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这栋楼总是传来传去说要拆迁，这万一要拆呢？要拆迁？你听谁说的？我没听谁说的，我是说万一。以前我一说要拆迁，你就说我谣言止于智者。嘿，今儿你怎么也开始说谣言了呀？啊？拆迁，这不是谣言，早拆晚拆他都得拆。那墙上写的“拆”字，那谁写的？那政府写的会错吗？李掌柜是怕花冤枉钱，也是为咱家好，殊途同归嘛。什么殊途同归呀？今儿一天了，有10几个人问我，你们家李掌柜怎么没来呀？我怎么说呀？我只能说，哎呦，他是心疼闺女，他看不得闺女出嫁。你就是心疼闺女了，我就不心疼闺女了。什么好事都你做了，人人给你竖大拇指，什么狠心的人都是我干了。哼，你这就叫自私，知道吗？不是万师傅，李掌柜，有句话不当说，但是我必须得说。我和李茂结婚是个喜事儿，怎么就变成狠心和不忍了呢？再说了，我是个上门女婿，不光我上门了，我爸我妈都上门了，李茂还在家住，还在你们眼皮子里生活，一切照旧，什么都没改变，只不过家里多了我这么一个大活人。小姐，你少说几句吧。哦。是我问，还是你招？你什么都知道了，还问什么呀？那你招吧。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我还招什么呀？你这就是传说中的集邮吧？12星座集全了，怎么不集12属相呢？来，跟我说说你的心路历程。巧合，真的是巧合。马德禄，你这可就不厚道了。敢作敢为，我还当你是条汉子；敢做不敢当，就是渣男。别呀，咱们俩从小青梅竹马的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谁跟你青梅竹马？李茂才跟你青梅竹马。你今天婚礼上喊的是茂茂，不是毛毛，你当我耳朵瞎呀？
是被12星座吓破了胆，我一时就喊走了音儿了。毛毛，我对你绝无二心，死心塌地，忠心耿耿。那12星座到底是不是基友？那个时候好奇，我就是想知道12星座它有什么不一样，纯属瞎胡闹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12星座可没过去了，他们要是过去了，今天就不会过来了。毛毛，这事儿啊，你要是过去了，它就过去了。你看我 QQ， 跟你交往之后，我快刀斩乱麻，再也没有什么外心。我看了，要是你和我交往之后还有事儿，今天晚上你就甭在西床床上待着，睡觉。哎，你告诉我密码，却不删聊天记录，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吧？一切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我这辈子算是栽在你手里了。我情愿，我活该。12星座，妈知道。没出什么馊主意吧？没出馊主意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倒是出了2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让我借这个机会跟你谈2个条件：一，家里财权归我管；二，如果不交出财权，就把理财权交给我。你妈真是百家姓里没有赵啊！什么意思啊？顶头就是钱，你没答应吧？我才没那闲工夫。贤惠。不许看，隐私。不看就不看。哎，你觉不觉得李掌柜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啊？他见了我总是有点不太对，我觉得他潜意识里还是觉得我把你抢走了。不是这个，一是李掌柜今天做菜大失水准，二是他反对装修，他心里肯定有事儿。今天你出嫁就是他的心事儿，他有点晃范儿。我得找时间问问他。你别问了，洞房花烛夜，咱就别浪费这良宵了。3、4，来，5、6、7。哎呦，爸怎么了？没有，今天就练到这儿吧。好。哎，今儿可还没怎么练呢。没事儿，在这儿，待会儿再说吧。我们先坐一坐。哦。妈妈。跟你说个事儿啊。您说。咱们幸福里9号这栋楼，的确要拆迁了。啊？您从哪儿听说的呀？这你就别问了。我跟你说这个意思就是，昨天晚上我脱口而出说那个装修不行，也就是因为这个消息，也都是话赶话赶出来的。我怕你瞎耽误功夫啊。还有啊，如果还有其他住户想要装修的话，你都帮忙推了。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
累了吧？喝口水。云开，上届怎么没有12星座主题的？给我找12个星座家人，让我痛快打打。12个呢，太贵了。马德洛，啊，你出钱。创业阶段不能大手大脚。少废话，买。一个好几千呢。啊，这么贵？可不嘛。拿着，让我再打一会儿。亲爱的小宝贝儿，你这弄啥嘞？我知道，我这一天可忙着嘞，一直在开会。木叔回去陪你吃晚饭了啊！你在酒店吃的自助餐中不中？哎呀，酒店的自助餐可好着嘞，有你最爱吃的大龙虾啊！多吃点啊！这个我开完会马上回去陪你啊！好好好好。最贵的花篮给我弄俩，玫瑰多包点，这2个女人都喜欢。送谁啊？一个我老婆，一个我情人。你啥意思啊？这成功男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不都这样吗？有啥奇怪的？我给你写个地址啊，你给我闪送过去。这花篮多少钱一个？880一篮。880是吧？不用找了，啊。我跟日不落集团的刘一手先生已经友好的介绍了头，这对于我们理想胡同这个文化平台来说，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。我对企业界不太熟悉，这个刘一手实力如何呀？不是我说你，李才，作为我的顾问和策划，你也应该加强对企业界的了解，否则怎么辅佐我呀？听马总这口气，对我不满啊！哎，不要带情绪说话。你作为我的总顾问，从私人层面上来讲，婚礼12星座事件你就没有预测得到；从工作层面上来讲，你没有提出过有价值的战略方案。我去跟刘一手先生谈，总不能说咱们俩是开咖啡馆都开赔了的吧？他身家多少？至少上100亿吧。我深思熟虑的战略规划可以实施了。什么战略规划？你不会是一时兴起蒙我呢吧？你说。你们刚才争吵的这几句也要做到会议纪要里吗？还是回避一下？回避一下。不要回避，做进去，必须做进去。苏姐，你不要怕破坏我的形象。我不念过去，更不惧未来。在我以后的个人传记里，我希望能够如实的记录我的企业成长史和我的心理变迁史。李赛，你继续讲。我一直有一个伟大的构想，就是打造一个理想胡同生态文化圈，从内容创意到内容制作，再到内容输出，鸡生蛋，蛋孵鸡，鸡再生蛋，蛋再孵鸡。等有了一定的鸡和一定的蛋，我们将鸡向上游分，将蛋向下游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将这些鸡和蛋循环回理想胡同。而这个时候的鸡和蛋，已经不是最早的鸡和蛋。鸡是金鸡，而蛋呢是金鸡蛋。这不光是一个质量的变化，还是一个数量的变化呀。苏姐，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那你给我说说。这个嘛，就是鸡生蛋是小农经济，
咱们理想胡同目前就是鸡生蛋模式单一，但是理财哥说的意思是呢，一群鸡生一堆蛋，一大群鸡就生一大堆蛋，这就是工业模式了。理财哥，我说的对吗？只对了一部分。我的意思呢是，原来鸡生了蛋就把蛋给卖出去，这是利润模式。但是生态系统的利润模式不是这个样子，而是鸡生了蛋，我们不卖，我们有孵化平台，再将蛋孵化成鸡，让鸡再生蛋，让蛋再生鸡，这是一个小循环。等到达一定的数量和质量的时候，再将它们上下游延伸，到最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图书孵化部门、剧本孵化部门、制作部门、发行部门、新媒体，甚至还会有自己的剧院和院线。再接下去，我们要向移动端进军，去做手机，做汽车。我们不光要有大屏，还要有小屏。我们要在文化领域里进行地毯式轰炸，生态式推进，由此理想胡同直通罗马，无人能敌。为什么无人能敌？因为我们实现了体内循环，自己造血，自己输血，鸡汤自己造，鸡血自己打。有点意思啊，但是有一点我还不是特别明白，我们到底是鸡还是蛋？马总，我希望您有点追求。我们是理想胡同生态循环系统的造主。小白中奖，把我妈气够呛，全怪到上进头上去了，说给他添堵。常怡战斗力真强，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。哎，你没跟马特罗怄气吧？我俩怄什么气？甭跟我装，婚礼上又是 QQ 又是12星座的，你能不心生问罪？常怡身上的有些秉性，你还是继承了的。他 QQ 聊天记录我查了，跟我交往之后没背叛过我，这就行了。其余的就既往不咎了。一个人可以快活，两个人呢就只能是生活，生活就不能只考虑自己痛快，对吧？哟，这婚姻大门一入，觉悟立马不一样了，佩服佩服。佩服什么呀？赶紧挣钱吧，咱们。哦，对。最近婚礼这么一通忙活，事儿都堆成山了。眼前最要紧的事儿，一个是安心的别墅，下边的工程我来定。你跟上进那房子呢，弄得怎么样了？弄得差不多了，就剩一些零零碎碎的，再继续布置吧。那你怎么不跟上进先搬过去啊？你俩在家住不别扭啊？我怕闪着李掌柜和万师傅，早晚都得闪。我跟你说，有一天李掌柜和万师傅跟我谈话，说这房子有味儿，甲醛害人，别着急搬进去。我就知道他俩还是舍不得我。他俩一辈子都舍不得。其实也住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感慨一下。毛总，有什么工作上的安排，您尽管吩咐。确实还有个需要你赶紧上手的事儿。就是9号楼3单元502的林阿姨，她找我妈跟我打招呼了，说她儿子年前也要结婚，要把房子重新好好装一下，给的钱也还行，我就稍微打了点折，你给出个方案呗。这活咱能不接吗？为什么不接呀？咱不是要走高端路线吗？咱们得坚定一点，是不是？林阿姨是咱街坊，再说了，我妈都答应她了，就是不挣钱也得帮这个忙啊。不对，礼貌，刚才的话是假礼貌跟我说的，真礼貌，有什么瞒着我？一结婚就跟我生分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毛毛，你得保密。你这么说，我可生气了。咱俩少女时代都没这么生分过。给林阿姨装修也是让她白花钱，因为幸福里9号马上就要面临拆迁了。消息源可靠吗？可靠啊。怪不得你刚才说住不了多少时间了，话里有话呀。能告诉我信息源吗？暂时还不能。
这拆迁的传言至少传了几十次了，传言最后都成了谣言。我知道，但是这次是真的，因为这个人从我认识他，从来没跟我撒过谎。那即便咱不给林阿姨装，也保不齐她找别人，那不一样浪费钱吗？对啊，不给林阿姨装不是解决的办法，所以我最终决定跟你有一说一，咱们赶紧商量怎么办好了。我来解决。哼。哎啊，来了来了，这是这里最有名的英式伯爵红茶，请笑纳。啊，谢谢。您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您想租苏杰那房子？啊，正是。几个月啊？3年。3年？哈哈，我们都是过来人了，3年的时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。为什么是3年呢？你想想啊，等茂茂生了孩子以后，孩子3岁以后才要到幼儿园去。我跟德志同志呢，就准备这3年的时间把他养大啊，养大以后，等他上了幼儿园，我们再回到青岛。您是干部，您还会带孩子呢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虽然啊不是很擅长干家务，但是我比较爱学习啊。等我完成我的自传《坎坷人生路》以后，我准备去报个名育婴班去学习一下。虽然上进是我从小拉扯大的，但是呢，时代变了，我们要与时俱进呐。所以呢，我愿意学习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之下，怎么教育孩子，怎么喂养孩子。呀，这说的我都有紧迫感了。可是您看，我这样貌，我这身段儿，跟姥姥这样的形象，是不是还有点远啊？远倒是不远了，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了。哈哈，哎呦，李同志啊，这个房子你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呀？哦，管干部是这样的，这房子吧是新围城工作室的样板间，兼新围城工作室的员工宿舍。当初毛毛和李茂创业的时候，我是当礼物送给他们的啊。您看现在这苏杰还住在里面呢，我就把这房子租给您，好像不太合适哈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也已经做了初步的了解啊。关于这个样板间的问题，好像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，现在只剩下这个员工宿舍的功能。你想啊，我跟德志同志搬进去，只住其中的一个房间啊，苏杰同志还是可以继续住在他原来的房间的。苏杰同志是不给你交房租的，而我跟德志同志是给你交房租的，这样你一举好几得嘛！呀，我这个人不贪财，不贪婪的，但是我这个地段嘛，您是知道的啊，寸土寸金。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来说，不便宜的。哦，多少钱？就这么一整套，如果出租的话，最少啊8000块钱。苏杰已经住了一个卧室，那您二位租其他的地方呢，也要6000。哎呀，这个房租的价格确实是太高了，可否再商榷一下？啥去？哦，也就是商量再商量的意思。老有文化，必须商榷。我回去呢，也跟毛毛、李茂还有苏杰他们讨论一下，然后咱们俩在这儿接着商榷。好，我同意，你可以这么办。哎，喝茶，喝茶。哎呀，看来你对这个马良还是有感情啊。你用这个来测试我的情感，
主要是让你发泄，我怕你抑郁，顺带着也测试了你的情感刻度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观察力一向惊人。你对我还真的是用情至深呢。我正在规划你的事业期，不要牵扯个人感情，你要剪断情根，等你红了，什么样的找不着啊？不要再想这个什么神曲马良了啊，使劲打！